那今天呢，简单给大家罗列了几条啊。第一条的话，就是说要提供原始数据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哈。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。有些小伙伴们在做这个 WB 实验的时候，他可能保存的图片，他就有点不太想保存这个原始数据，就是说觉得占内存了。这个的话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哈。老师们一定要注意。就一定要保留这个原始数据。为什么要保留呢？因为我们在投文章的时候哈，有很多文献杂志，不管是大期刊还是小期刊，它对这个原始数据都是有要求的。它可能会需要我们提供没有经过任何修剪的一个16bit的一个原始图。所以这个的话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哈。那第二点的话，就是要选择一个定量范围比较宽的方法。那这个的话其实跟我们选择的仪器是有关系的哈。我们在选择仪器的时候，可以选择一个灵敏度更高，然后定量范围更宽的仪器，这样的话才不会出现过载的，就是过曝的这个条带。我们强弱条带可以同时呈现。当然的话，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。不管什么样类型的杂志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准确的定量的话，肯定是不能出现过曝条带的。那么着重给大家强调的是第4点哈。第4点的话就是不允许高对比的图片。那什么是高对比的图片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哈，给大家罗列了几个小小的图。那这个的话，左边的话像这种背景调的有点偏白了，那像这种的话，其实就属于高对比的图片。那不管是大期刊还是小期刊，有很多期刊的话，对这个高对比的图片，它都是有提出质疑的，或者说直接拒绝的。那像这种高对比的图片的话，可能会掩盖一些其他的附加条带的信息，所以就是很多期刊它是不接收的。那我们要拍出什么样的图片呢？尽量拍出就是灰阶背景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拍出就是带有灰色背景的 WB 图。比如说我们的 Nature， 就是这个是比较业界比较认可的一个大杂志，对吧？那 Nature 的话，它直接就提出来了不允许高对比的图片，因为它可以掩藏一些附加条带的信息。那么你像我除了 Nature 之外呢，你像JCS，像它这个的话就直接提出来了哈，就是白色背景是不可以的，要拍出来灰阶背景，也就是说灰色的背景才是一个比较好的 WB 图。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跟大家着重强调这一点呢？就是有很多老师在用自己实验室的仪器的时候，可能他自己默认拍出来的图片就是一个高对比的图片。有很多老师他从开始做 WB 图，做 WB 实验开始，他见到的就是这种图片，所以他心里面的一个固定思维就觉得这种图片是正常的。那我之前也遇到过小伙伴哈，就是说他拍出来的图去投文章，然后审稿人就提出来这方面的质疑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打破自己的固有思维，然后去看一下文献杂志对这个 WB 这个背景的一个要求哈。另外，我们的图像分辨率的话，这个就不多说了哈。大多数期刊的话，就是最低要求是300 dpi 的。当然还有很多杂志会要求咱们提供，就是说我们选择的内参是不受我们实验条件影响的证据的。那这个的话就要求我们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内参的时候哈，一定要考虑一下我们做这个模型的一个实验条件。它这个实验条件呢是一定不能影响你内参蛋白的表达量的。跟大家举个小小的例子哈，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 GAPDH 这个内参蛋白，那如果说我们涉及到一些氧的实验，比如说缺氧或糖尿病那它可能就会使这个 GAPDH 的表达量上升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选择它去做内参的时候，肯定是不太合适的。你像一些结构蛋白 tubulin 或这一类的蛋白，这一类的内参蛋白的话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做一些抗肿瘤模型的时候，可能会一些抗癌药会影响这个 tubulin 的表达。所以我们举这2个例子的原因呢，也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在选择内参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下我们的实验条件。就是我们的实验条件的话，是肯定不能影响我们内参的表达的，要不然我们做出来的内参肯定是不齐的。另外，我们去做规划处理的时候，它影响我们对目的蛋白表达趋势的一个判断。好。
那第7个的话，其实就对于裁模的一个要求了。如果我们不做裁模的话，那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干扰。如果说我们做裁模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裁模它的这个宽度是怎么样子的。比如说我之前有见过客户裁的模哈，就裁的非常窄哈，就细细的一条。那像这种的话，你可能会拍出来一个很漂亮的 WB 图，但是由于你这个裁的非常窄，然后你去投文章的时候被审稿人提出来质疑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哈。所以我们就是裁模的这个宽度的话，也是要根据这个文献的要求来的哈。当然，不同的期刊的话，它对这个WB 这个模的宽度也是要求也是不一样的。你像我放的这个图的话，其实就是 JBC 文献上一个杂志的要求，它要求的话就是你目的蛋白上下2条 mark 的条带保留的这个宽度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像 Nature 的话，它要求的话可能会更宽一点，比如说 Nature 要求它你目的蛋白上下各6条目的蛋白的宽度才可以。所以我们在裁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，不要可着我们的目的蛋白去裁哈，这样的话，即便我们做出来的，然后我们去投文章的时候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的哈。当然，就是做这个分割线的话，也是不同的期刊它有这种要求的。你像 JBC 的话，它就有这种要求。当你做这种隔开的这种条带对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加个分割线，让审稿人知道你这是裁模之后，然后做的一个拼接对比。